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要来看一下，究竟你的哪一个心愿会被宇宙第一个实现呢？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第一个被实现的你的心愿。好，那我们可能呢，在心中已经跟宇宙下了很多的订单，或者是说从过去到现在，我们也在不断的去更新我们向宇宙下的订单。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连接一下宇宙了，问一下宇宙，究竟会哪一个心愿呢被宇宙第一个实现？这个心愿会是感情方面的吗？是有关于工作、学习、事业，还是有关于家庭、自我成长，或者是你生活当中的什么样子的课题要被宇宙我们所谓的帮你实现，或者是帮你解决呢？今天呢，会比较综合的去看，也会帮大家去具体的连接，究竟宇宙关于这个要被实现的第一个心愿宇宙有什么样子的话，有什么样子的指引来对你讲。所以说，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的话，或者是你心里有一个心愿，非常希望宇宙能够马上帮你达成，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马上或者是第一个要被实现的心愿究竟是哪一个。好，那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我呢也是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和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里面。我们呢从左往右依次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那么今天呢我们面前的这个牌卡，它其实是有好几张牌都落在里面。那么这些牌卡呢，有来自于我提前为大家收集的你们的能量和讯息。所以呢，有些朋友想要去锻炼你的直觉，或者是说你想去验证你的直觉的话，就首先呢，请你们通过你们的直觉，直接跟牌组的能量进行一个连接和对应，感觉一下哪一副牌组的讯息和能量能够对应到当下自己的一个状况，或者是曾经你的能量信息。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么第1副牌组的朋友，这里呢我为你们选择的数字小物是这个月牙红色数字8。数字8，这个是第1副牌组的朋友今天你们的一个数字能量。第2副牌组的朋友，今天呢我为你们选用的数字能量或者是这个数字小物，是你面前的这个梯形的柠檬黄数字9数字9，这个是第2副牌组的朋友你们的一个数字能量，数字9。再接下来呢是第3组牌的朋友，那么第3副牌组的朋友，这里呢我为你们连接到的数字能量是这个红色的圆形数字4。圆形的数字4。好，那为了方便呢，你们可以跟每一副牌组的能量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连接。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究竟我的哪一个心愿会被你第一个实现呢？请宇宙给我指引，
请宇宙给我连结，请宇宙给我对应。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个数字小物啊，在能量上和自己有连结、有对应。那由于我们这里呢是大众占卜，那么我们现在呢在每一期的视频开头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验证环节，所以呢请大家放轻松，选择出当下你觉得有对应、你觉得最有感觉的牌组就好了。好，那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来听听看，究竟你的哪一个心愿要第一个被实现了呢？那我们待会儿见。嗨，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红色的数字8，好，放这里给你们做参考。我们今天呢要来连接的是你的哪一个心愿会被宇宙第一个实现。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我提前帮你们抽到的一些能量牌卡。首先呢，我们这里的主能量是8号牌 Justice， 我们看到了一把秤这里代表的是公平还有正义。然后呢，我们看到的是27号牌 Isolation， 这张牌呢是讲隔离或者是被孤立。好，然后呢，我们这边抽到了一些其他的牌，我们就把它都打开看，然后我们来讲。第一个呢，我抽到的是巨蟹座16号牌 I feel， 我感受。第二张牌呢，我抽到的是23号牌水瓶座 I know， 我知道。第三张牌呢，这边是24号牌这个是双鱼座 I believe， 我相信。那么有些牌卡之所以会比较多，是因为在抽牌的时候它们是同时一起出来的，所以呢，我会把它解释为它们是连接在一起，并且是一句话。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些能量。我们首先来过一下这些我提前为你们抽到的牌卡它们当中的一些能量信息。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8号牌 Justice 和正义这张牌呢很明显，有一些决断性的东西会在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当中出现。那么在决断或者是决定之前，可能会有比较，可能会有我们所谓的权衡利弊，可能会有分析和对比，对吧？这个是8号牌。然后呢，我们这边也看到了 isolation， 这种被隔离的感觉。这只乌鸦它一个人呢湿漉漉的在雨中淋着雨。其实呢，我们如果看向远方的天空，可以很明显看到有一群的乌鸦在天上飞，或者是说他们去往了其他的地方去生活。所以呢，就单单独独的留下了这一只乌鸦在这个地方闭着眼睛感受着这个冰冷的这个雨水打湿了它的翅膀。所以呢，这张牌 isolation 我感受到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也许呢当下你的状况有一点类似于这个小乌鸦，也许你不被一个团队所理解，或者是说你想做的事情，你想去接下来安排的行动，你很害怕你做了以后会被别人拒绝，或者是说那个团队的人不能够接纳你。这个时候的你呢，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孤立无援，或者是觉得不被别人理解。其实有的时候这种被孤立的感觉并非是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人，当然有些朋友可能真的是在这个出于一种状况比方说天气的原因，比方说病毒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跟自己喜欢的亲近的人连接在一起。但有的时候呢，这种孤立感更多的是来自于，尽管我们身边人潮涌动，尽管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亲戚朋友家人，但是呢，又有几个人是真正能够理解我们，并且是无条件支持和相信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看起来很相似，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住着一个非常特别独一无二的灵魂。这个灵魂每一个都有不同的使命，都有不同的兴趣爱好，都有不同的性格想法，或者是
点子或者是梦境。那么在 isolation 这张牌里面，我感受得到有一部分的朋友，来自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当下呢其实是应该有很强烈的自我感知能力的，就是你们很清楚自己可能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想去尝试什么，但是呢你们又很怕。我觉得你们很怕，当前的这个怕呢，来自于可能会被别人排斥，可能会被别人不接受，可能自己就再也没有办法在那个圈子里面待下来。有的时候一个圈子的建成，很多时候呢都是因为这个圈子里的人想法相同，或者是同病相怜。那么当你当下有了这种觉知和觉醒，想要去做不同的事，想要成为不同自己的时候，就意味着跟原来的圈子分道扬镳，或者是跟原来的朋友可能会想法不同，产生对立和分歧。这个过程需要你怎么讲呢？就是这个过程给人的感觉就是有一点痛，但是又不痛不行。如果不痛的话，我们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超越。但是如果痛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原来的朋友、原来的熟悉、原来的圈子将不复存在，对吧？所以说这张 isolation 给人的感觉，它其实是有一点小压抑的有一点小压抑的。但是呢，我觉得这种压抑感其实并不是因为不好，反而是因为我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正在超越的过程当中，超越这个圈子，超越这个平凡，超越我觉得是一种习惯我觉得你们正在超越的过程当中。27号牌。然后呢，我们这边星座的能量第一个是 I feel 巨蟹座。这张牌呢，感受到的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当前你的感知能力很强，也就是说你现在的情绪它其实是一个你最大的朋友，也是你最大的敌人。你的情绪能够告诉你做什么能够使你开心，接下来的路怎么走能够让你感觉到安全。可是呢，当前这个巨蟹座的能量也会进一步的去扩大你对离开这个舒服的熟悉的圈子，你自己内心当中可能情绪造成的恐惧和不安、焦虑，让你想走不敢走，想离开想切断，又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这张牌是情绪的爆发点，巨蟹座。第二张牌呢是 Aquarius， 这个是水瓶座I know。 水瓶座的能量呢，当下我觉得是在你的灵魂中心最集中的能量，也是你自己的能量爆发点。水瓶当下的能量呢，在告诉你其实你心里很清楚自己要去改变的东西，你心里至少是清楚你一定要变，你必须得变。因为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的去进化或者是蜕变，我们都在不断的去向前寻找那个完整的自己，或者是我们心中想要去成为的那个自己。所以水瓶的能量当下呢，其实就是一种内心当中想去大破大立的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呢会非常的强烈。而且呢，当下尽管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很感性，可是当前在你的感性当中有一股强烈的理性正在战胜你的感性，在战胜着所谓的你的这种我觉得是柔软和温柔。因为巨蟹它的这个能量其实是既温柔又非常的有爆发性。当我们感受一下一个有爱的人，一个温柔的人，因为爱，因为想保护，所以才变强，对吧？也就是在说我们其实真正变强的原因有很多时候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或者是为了这个梦想，为了我们的这个实现。所以呢，在这个 Aquarius 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心里都很清楚，有些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当前的你呢，也不准备去逃避，只是我看到的是在你的处境当中，你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来让自己想清楚，更进一步的去看清楚。你在比较嘛，你在心里进一步的去酝酿，去思考这件事情可能会发生的变化，以及你能够承受的范围，怎么样去把这所谓的改变降到最小，同时呢又能让自己的变化变得最大化。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但是又觉得不得不去做的，也是你心里当下最想去完成的事情。
那么我们的最后一张牌来到了双鱼座啊，这张牌是我相信，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这种能量，它其实就是在不断的进化着的。来到双鱼座，很多事情呢，它不再变得那么的界限清晰。也许当前呢，这种 isolation 的感觉，是你当下这种界限感很明确。你觉得你要是离开，或者是你改变，就会离开那个圈子，走出那条边界线。但是呢，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将战胜自己的恐惧，你们将看清楚啊，就是所谓的我相信，在双鱼这边可能有些事情界限是模糊的，也许你就算去改变，你也相信未来会更好，相信这个圈子会变得更好，或者是说最后你还是能够回来啊，这个界限这条线是模糊的，你可以出去，你可以进来。最后呢，这个双鱼的能量，我也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对自己的心中所想完成的事情啊，会从感受这种我感觉慢慢变成了我相信，这个是水象能量的变化。也就是说，无论外界怎样变，双鱼座啊是变动水，无论你怎么变，但是有一个很核心很本质的东西根本就至始至终不会变，也许这就是你的爱，或者是说这是你想去完成的那个自己。 OK， 这边呢是我们今天过牌的一些能量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宇宙当下能够提供给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这边的一个验证牌啊，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状况，来看一下你的能量。关于你的过去，关于你的当下，宇宙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和指引能够提供给我们？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哦。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验证能量啊，宇宙怎么说呢？好，第一张牌呢是火元素国王的逆位 ，King of Spears。第二张牌呢是 Knight of Spears， 这个是骑士，同样的一个元素。第三张牌呢是 Seven of Coins， 金币7的逆位。好，首先呢，我感受到第一个能量啊，就是从这个牌卡能量的变换当中，其实呢，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要相信的是能量在升级，但是呢，从我们看到过去啊，所反映到当下的能量在告诉我，你的热情在下降，你的热情在降低。这个热情降低的能量，有可能是因为你感受到啊，当你去变化，当你去成长，可是有一些东西呢，在离你而去。这个离你而去的呢，我觉得是一个圈子，有一个你喜欢的，或者是有一个你熟悉的圈子。这个圈子有可能是朋友圈，就是你的周围朋友，也有可能是你的家人，也有可能是你工作里的一个隐形的圈子，社交圈呢。也许他们在离你而去，或者是他们不接受你，又或者是说你在以走出这个圈子为代价的方式来让自己进阶。OK， 那么也有一部分的朋友呢，我感受到的是这个圈子有可能当下其实他再也没有办法继续的去服务于你。什么叫继续服务于你呢？我们进入到一个圈子，其实就是想遇见圈子里不同的灵魂，不同的人，他们能够带给我们的一种灵感，或者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圈子里得到一种认定、支持、理解。同时我们也能够给这个圈子提供我们个人的自身价值。可是呢，这个圈子当下也许他们不赞同你，不支持你，不看好你。于是呢，第一副牌的朋友，那么在这样子的能量之下，你肯定会想去换、去变、去改，对吧？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在这个火元素的国王这个地方逆位啊，就感受到你跟这个圈子可能想法发生了不同，或者是冲突，或者是矛盾。比方说你很想去为自己发声，求得这个公平和正义，
你很想为自己发声，或者是为整件事情这个不公平的事情去发声，哪怕这件事情都不是对你，可是你有一颗正义的心，你有爱心，你想去为这个群体发声，去表达，去说出这个不，或者是说出这种所谓的 OK 另外一种方式。但是呢这个圈子也许他在压制你，或者是这个圈子用他们的方式不允许你做你想做成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明显感觉到这种热情，这种目标性不再和他们保持一致了。这个圈子呢，如果是家人朋友的话也许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在通过你们的学习和你们在社会当中的认知以及新的认知，你们在为自己的未来做新的计划、新的打算、新的规划。但是这个 isolation 在告诉我，也许你的家人朋友他觉得你的想法很荒谬，或者是说他们觉得你的理想不可能实现，用这种方式去打压你，把你拉回原来的圈子或者是说用一种隔离的方式让你看到的是，如果你不回来这个圈子，你不回来他们的身边，不听他们的话，那么你就只能一个人去扛，你就只能一个人去拼了。可是呢，我感受得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心愿或者是你的想法其实早就定了。也许你在这个圈子里面你付出了很多，你已经付出了很多，或者是你已经在很长的时间里就是听从他们的安排，或者是愿意去接受他们给你的种种。当然啦，这个圈子在过去的能量当中可能也给了你很多的美好，也给了你很多的成长。但是我们有一句话讲的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的时候呢，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还有人生的拐点处也许我们就是需要去有那种离开的勇气，只有离开了，我们才能够去看一个新的世界，或者去走到一个更高的更大的不同的一个场景。如果你想去学会游泳的话，你就必须得从陆地上进入到水域，否则你在陆地上是永远没有办法学会如何在海洋中遨游，对吧？那么你就永远不可能进入到这个大海了。所以同样的道理我感受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在告诉我，当前你们的这种孤独感来自于这个圈子对你的不赞同，或者是这个圈子跟你的目标性不同了，不一致了。那么你很想变。这张金币七告诉我，你心里的决断就是这个圈子其实已经跟他们俩就是跟这个圈子的关系已经到达了尽头。你在这个圈子里得到了你想要的很多，你也给这个圈子提供了很多你的营养、你的爱、你的支持、你的包容、你的资源。但是当下呢，它就是一个分道扬镳的拐点就是一个分道扬镳的拐点。也许是你先离开，也有可能是那个圈子先放弃你。所以无论是哪一种，我都感受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内心的挣扎，你内心的不安，你内心的，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就是情绪比较波动的朋友，可能当下甚至是有一种愧疚的感觉，仿佛在说你好像亏欠了他们什么，但是你心里又很清楚，其实你并不亏欠他们任何东西你并不亏欠任何。所以当下如果你有这种愧疚的心的话，请所有第一副牌的朋友整理好自己的情绪，因为是巨蟹能量，你们的情绪当前是你们最大的朋友，它能够带你感知所有你内心真正想要的和害怕的一切。同时这个情绪也有可能去放大你对一些事情的焦虑，以及不存在的一些事情的焦虑，对吧？因为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当下没有任何人是知道的，有些事情只是我们当下对未来的一种预测和预判，可是具体它是否会发生，谁都不知道，对吧？谁都不知道。OK， 看一下还有什么能量对，第二个能量信息呢，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心里很清楚，未来你们一定会采取非常有力的行动，未来你们一定会展开非常多的计划，或者是计划的改变和当下不同的一些想法行动。 OK， 但是当下呢 Knight of Spears 逆位的火元素骑士，你们当下应该是有一点像是刹车的感觉。本来可能过去你们还奔跑过，就是为自己的这个新的想法去奔跑过，为自己的这个
我觉得是热情梦想去奋斗过，但是呢，由于这个圈子对你的一些否定，甚至是诋毁，所以你不得不停下这个脚步，来整理一下你当前的状况。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从当下你的能量在告诉我尽管我们现在抽到的是 isolation 这种被孤立的感觉，但是我感应得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马上就要不同了。也就是说，你们的状况其实是非常好的，你们仿佛是在这个奔跑的正确的轨道的，比方说1/3，或者是起跑线的1/10处，突然的有一次停下来，缓慢的充电，又或者是你最后的一次回眸是最后一次回眸看向过去，这种感觉呢，会让你伤感，会让你情绪爆发，会让你甚至有遗憾，甚至是让你愧疚。但是我看到的是，在你的人生当下的这条轨迹，其实你是在奔跑的这种很好的一条人生赛道当中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选择，这个选择甚至是已经在你心里下定决心了的。OK， 我们看到这张牌 Justice， 我感应到的是你的付出你的耕种，或者是你的努力，你的辛劳，其实当下我觉得宇宙会有一个非常公平的判决来回馈于你来回馈于你。我感受到的是当下的这个圈子甚至是有一点用他们的力量在排挤你，或者是打压你，那么这种能量不会被宇宙接受，请你相信不会被宇宙接受，他们没有办法去阻挡你，他们阻挡不了你前进的步伐。而你当下的这一次的回眸，只是我觉得是因为你很好，是因为你很善良，是因为你太顾及他们，你过去可能一直都非常的包容和顾及他们的感受，关注他们的所需，甚至是你以前一直都是以一种有一点委屈自己妥协于自己的方式在为他们助他们。但是这一次你勇敢的选择了自己想走的路，自己接下来人生想去探寻，想去飞翔，想去遨游的方向。那么我看到的是这条路被宇宙给予的肯定 Justice， 宇宙说你可以，而他们是没有办法阻挡你的，因为这条道路是公平的，是正义的。宇宙的杠杆不会倾斜于任何一方，宇宙只是会让整件事情以一种公平的、平衡的、和谐的方式去进行。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从当下我们看到的这个能量的回应，或者是能量的验证，我感受到了你当下的这种犹豫不决，你当下的这种可能有一点痛心，你当下的所谓的有一点留念过去，还在怀念过去的这一次回眸。但是我感受到的是你走在了对的路上，你心里的这个想法以及未来你可能做的决断，一切都是顺应于你的运势，一切都是这个拐点将为你铺陈好，以及接下来要带你去起飞，或者是带你去遨游，带你去快速奔跑的一个拐点。你走得好，你走得对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感受到的能量虽然说看起来有一点小小的阴郁这个是雨天一个小乌鸦，一个人在树上淋雨，但是呢，这是最后一次回眸，最后一次看向过去，而你在心里其实已经强大，已经做了决定，或者是已经想好了，等雨过天晴，就再也没有过去，就再也没有他们对你的干扰，对你的影响，你将不再回头，一路向前这个是我感应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了，我们要非常具体的去看，究竟你的哪一个心愿会被宇宙第一个实现呢？好的，我们来把牌放一下。好，你就告诉我，选择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究竟第一个被实现的心愿是什么呢？哇，
这牌太好了，第一副牌的朋友，我就说吧，我真的有感觉，你们的能量在告诉我，其实一切都是美好的，非常的好，你们在非常好的道路当中啊。因为我们看到的第一张牌就是火元素6 Six of Spears， 前方在等待你的是成功啊。好，我们再来往后啊，多抽几张牌看一下，第一个要被实现的心愿究竟是什么呢？你的理想要被实现了，对。The Hermit， 隐士牌，哦，好，好，我们看到的是 Judgment， 我们这里是吊人的逆位和金币1的逆位。宝剑5，最后一张牌呢是宝剑3，好的。选择到第一副牌的朋友，究竟哪一个心愿将会被第一个让宇宙实现，为你实现呢？我们来看一下。好，首先呢，我看到的一个信息就是比较对应在少数朋友这里啊，那我们就先把它给说了以后呢，我们来说大多数的朋友啊。首先呢，这个比较小众的信息或者是少部分朋友对应的是一个合同，一个官司。这个合同，这个官司，或者是说关于你跟这一个团队这一个圈子的一些纠纷啊，如果是涉及到了一些纠纷或者是一些不合，甚至是有关于合同方面的啊，也许你跟这些圈子以前是有一个合同的，有一个法律合同在制约着你，制约着他们，或者是制约你未来的一个方向的话，那么我看到的是这个合同啊，将在以你有利或者是公平，对你公平的方式的前提和条件下被宇宙给予认可。所以呢，有一部分的朋友，如果真的是有一些纠葛啊，什么仲裁呀、法庭呐、OK， 生意谈判呐、等等啊，如果是有合同类型、法律相关啊，那么这个第一个要被实现的心愿就是这个事情要被解决了，一个判断要来了，或者是一个决断要来了。无论你们是小到，比方说庭外和解，就是大家一起说一说就完了，还是说大到要上这个法庭啊，那无论是什么，我都看到了这一次的裁决会以一个公平啊，对你公平的方式做下决断。你能够在这一次的裁决当中，无论这个裁决是我们所谓的人啊，这个司法机构给你的这个判决，还是以宇宙的这种我们所谓的世界的律法来给你的这个判决，都会是对你而言最公平最好的。你将在这一次的 OK诉讼当中吧，或者是合同案、纠纷案里面取得你的成绩，或者是取得你要的这种公平和正义。就是说这个审判会来啊，这个判决会来，你能够成功的得到你想要的。如果是走诉讼的话，那你肯定是诉讼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想要看到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是合你心愿，这个结果是对你有利的啊，这个就是我想说的，这个是第一个。所以如果有朋友当前呢有任何的合同纠纷，或者是跟这个圈子之间的一些因为我听到是如果你想走的话，可能他们不想你走，或者是用他们的方式想要去裁决你，或者是有一点像是要去
仿佛在说，如果你离开他们，你就得付出代价。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宇宙呢会以最对你公平的方式来助你转型，助你的这个拐点，助你走上这条你最正确的道路当中去啊。那么如果有些朋友这边是这个婚姻的诉讼啊，家庭婚姻的诉讼的话，那么你应该会取得成功的。OK， 所以这边呢就先恭喜一下第一组牌的朋友啊。这个东西呢并不是说好运，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公平，是你应得的正义，宇宙会把这一份正义和公平带到你身边，所以这就是宇宙要为你实现的第一个心愿。好了，我们讲完了这个少部分朋友啊，如果有官司合同的这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大多数的朋友啊，如果不是什么官司合同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要被宇宙实现的心愿是什么呢？首先呢，我们看到的牌啊是这个火元素6，这张牌呢在告诉我，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有一个理想，或者是你们有一个目标，在你当下的生活当中啊，你之所以选择去离开这个圈子，或者是有一点自己一个人想走自己的路，都是因为你看到了你灵魂对你的召唤，你想成为你灵魂告诉你你想要去成为的那个真实的自己，而不是那个团队、那个圈子、那个社交的那些人告诉你你应该是谁。所以这是最大的一次分歧，这也是最大的一次分裂，这也是这个分裂的核心点所在。但是我看到的是，你的这一次所谓的分道扬镳跟他们的断开无论是你主动还是被动的，其实成就的是你自己的成功这个是火元素6。而且呢，在这个道路当中，第一副牌的朋友认定自己心中的这条路，我看到你不仅能够收获非常大的一种成就感，而且你有可能会收获非常好的名誉 reputation。这个有可能是你们 OK， 我们讲那个 MC 这个中文怎么讲 MC 就是你的星盘当中的 MC 所指向的那个道路，它是你的这一生功成名就的方向，这是你这一生最人生高潮的那个点会爆发出来的道路。所以你现在第一组牌的朋友应该为自己鼓掌，因为你的转弯，因为你的这种转折，其实就是在不像命运的so so 什么叫 so so？ 就是这个命运还可以一般，可是你的命运不是一般，你的命运应该是辉煌。所以你对这个所谓的一般般的生活去说再见，而走向的是你人生的辉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现在可能要讲一点小命运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是有命运的，肯定有，但是我们也是可以逆天改命的。可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没有必要去改命，你们也没有必要去逆天，因为你们的命运很早就书写了你这一生的辉煌和成就，而你要做的就是不要被别人干扰，走自己的路，你就能成。OK， 你的这条人生的道路是辉煌的，是富有很多的那种 abundance那么唯一可能会影响你走上自己的英雄之路的方方面面，就是你的圈子，就是那些不想你成功，把你拽着不想你脱离他们的缰绳的这些人或者是这些事。而你要做的就是能够勇敢的让自己脱离出来，可能意味着你就变成了单枪匹马，脱离这个也许你就变成了有一点背驰他们的想法。可是你要知道的是其实朋友很多时候他有可能会真的随着你自己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其实朋友的这个圈子都是我们自己能量的一种复刻，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跟谁一起玩，我们能够跟谁在一起长时间的相处，其实它是我们自身频率的一种显化。那么当你的能量开始变动，或者是当你的频率想去发生改变，想去超越，刚才我讲过超越，如果你想超越的话，那么肯定你的频率一变，你周围的环境就会变，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所以呢，这一次的回眸大家可以把握好这个所谓的机会，不仅仅是和过去和告别，
跟过去告别，跟圈子就是和解的说再见，同时也是用这一次的机会更加认定自己的决心，更加认定自己的选择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感觉。第二个呢是 Hermit， 这张牌呢有关于成长和学习。这张牌呢在告诉我有一段路第一副牌的朋友，在你的这个道路当中有一段路你得自己走，有一个想法，有一个决心得自己下。那么这段路程是一个有一点我们所谓的你看 isolation 你把自己隔离，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孤立的位置当中去，其实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就是让你找到你心中的明灯。也许曾经在生活当中你是被别人引领别人带着你走，那么别人带着你走也是很好的，你可以先试一下别人的路，先试一下别人的想法。但是问题是，你现在已经找到了自己，你已经知道你灵魂对你的召唤，你也找到了自己的英雄之路，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再被别人引领了。你要找到一条你能够去带领的方向，你能够去带领的团队，你想去引领的自己的人生隐士牌。你要找到自己的觉悟 awakening 或者是 aha moment， 你要找到它，你就能够找到自己了。找到自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当你知道自己是谁，你就会非常的稳定，外面的能量和干扰就再也不能够影响到你了，而你所谓的这种情绪的起伏和颠簸都会变得无比的平静。因为你看你的能量其实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灵性是很高的，你们当前是用感受去感知，但是你们的这种超越和进化是最后变成了我相信，也就是相信自己第三张牌呢是 Judgment， 我们这边出现了很多大牌第一组牌的朋友，所以你们一定是走在了一条我觉得是很长远的很重要的人生赛道里了。Judgment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呀？第二次的我们所谓的第二次生机，或者是进一步的觉醒。Judgment 其实这张牌呢它有非常强的业力，它也有所谓的命运的安排对我们的干扰，但是呢一切都在于我们自己Judgment 来了以后呢，我会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将看到过去所走的路，就算跟你接下来要去面对的方向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不是浪费。正是因为你曾经走过别人带你走过的路，也就是这个圈子给你的影响，你才能够更加清楚你要去往的方向。所以我们就是说人生没有什么是白费的错误是成功之母我们只有犯了错才知道什么东西不对，知道什么东西不对就会更加接近于我们心中的正确。所以说 Judgment 出来以后呢，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将变得无比的强大，而且呢在你们的能量当中加入了一份所谓的这种理性。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我真的有感应得到你们很感性的，你们非常的柔情，你们非常的温暖，你们其实是非常有同情心的一个族群，你们对别人有很多的关照，你们其实已经习惯于关照别人，或者是听从别人，又或者是说想去让别人开心，因为你们是一群很温暖的宝贝。但是呢这一次你们不仅仅要能够所谓的知道自己是这样子的一个能够关心别人照顾别人的人，你们这一次还要去领会的是，你们可以去选择一条自己想走的路，你们可以独立，你们可以不受别人的干扰，你们可以在所谓的同情包容理解之上也能够做自己。也就是说你也将学会这条界限我觉得你们将学会这条界限能够为对方做的你会尽量做，但是呢你不能够去忘记自己不迷失自己，勇敢的去认定自己。所以呢在我们的第一个心愿当中，宇宙要给你的是打破这种等待。也许有些朋友你们因为这个圈子，因为你想去保护的或者是说不违抗的这个圈子，你们其实已经在
自己的命运当中啊，所谓的英雄之路里面等待了很久，吊人牌的逆位和金币一，你们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们一直都没有去要，你们一直都没有接，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希望能够让这个圈子不对你失望，或者是说去尽量的按照他们的心愿来。可是这一次呢，再也不可能了啊！这个金币七的逆位，我觉得宇宙在告诉你的就是再也不可能了。你们要去实现的这个第一个心愿，也就是你们心里最想要的东西啊！吊人牌的逆位，这种无尽的等待、自我否定，或者是自我怀疑，或者是自我所谓的有一点像是委屈自己的感觉啊，应该用委屈可能更加合适，委屈自己。其实你的潜力，你的这个所谓的魔法金币，这个金币是魔法金币，就是你的机会，你的机会就在你身边，你一直没有要，你一直没有接，都是因为为了别人。那么这一次我看到的是你将打破这所谓的循环，打破这所谓的业力，打破对方对你的这种OK， 甚至是有一点不公平的东西，你已经看到了，你们的想法已经发生了绝对的分歧，所以这一次你将打破这个等待期，找到自己的这个金币一，或者是所谓的其实就在眼前，就接了就完了，很简单啊！你的机会，你的机遇就在你的眼前，这一次你将被宇宙实现的第一个心愿，就是拿到属于自己的一切。这里呢，我听到的能量啊，有些朋友可能是跟这个你的过去的团队啊，也许他们呢不让你走，或者是说你跟你的婚姻里的人，或者是家里的人，明明有一个更好的机遇在你的眼前，你一直都没有接；明明有一条更好的人生道路，你一直都没有接。你的能力，你的潜能被这个圈子所限制。但这一次我看到的是啊，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了。你跟这个圈子的缘分，你跟这个圈子或者是这个对象啊，你们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一次你要去走自己的路了啊，走自己的路了。所以呢，有些朋友可能会是从家庭里出来，走向你的所谓的职场。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是和这个圈子断开这个合同的捆绑，而走向自己的公司，建立自己的团队。有些朋友呢，可能是离开一个所谓的团队啊，这个是对你跟一个团队之间想法不合，那么这一次就是去走，或者是选择跟你契合的团队，去跟你契合的公司，走上自己的人生道路。甚至有朋友啊，可能会跨领域的，比方说你之前在这个圈子的影响之下，你学的是金融，是 IT， 是什么制药等等啊，无论是什么样子的领域，你在这个领域里做了很长时间，你已经发现自己其实不适合，那么这一次就是走你原来儿时梦想最想去成为的那个自己。有些朋友可能会走上音乐创作之路，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走上这个新媒体之路，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走上我们所谓的科技科技这边我感觉到科技前沿，因为这张牌 Aquarius 它有非常强烈的创新精神，所以你们要做的是创新，这个创新更多的是打破过去别人给你的一种陈设，或者是别人给你的一种铺陈，你们要去走自己要去创造这个新的世界，你想去创造的新的一个未来。 OK， 所以这边很多朋友我觉得是跟工作有关，但是呢这个工作其实是跟你的理想挂钩的，是跟你的梦想连接在一起的。最后一张牌呢最后还有2张牌第一个呢是宝剑五，这张牌很明显有人在用他的方式像是诋毁你，或者是有人呢会笑你的选择。有些朋友可能会离开一个很长时间的感情或者是婚姻家庭你想去出来，你想从一个不快乐的或者是不能够让你真正快乐的关系里走出来，这个时候别人可能会笑你，为什么要走出来呢？
原来的那个圈子给你的，比方说锦衣玉食啊，打个比方啊，但是呢，你自己心里明白，你可以创造更多呀。你自己心里明白你是谁，所以这张牌其实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就是那些笑你的人、否定你的人，接下来他们才是被笑的人，因为你的能力将因为这一次啊，我们所谓的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甜，你的这种不发声，你的这一次坚决，你的这一次要走自己的路的决定，才是真正给他们打脸啊。虽然现在可能没有，但是未来一定是让他们去打脸，就是你会看到的是你走的这条道路才是最好的，只是现在没有办法验证而已。而他们呢，当前对你的笑话呀，对你的否定呢，最后只是会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所谓的自愧不如啊，他们最后就会自愧不如，知道他们其实是错的。所以你看当下的这个宝剑五的能量，你坐在这个地方，也许并没有太多的辩论，你也没有太多的所谓的反抗，而是你心里明白你是谁，你心里明白你的能力，你心里明白你接下来要去成就的一番，对吧？宝剑五，最后一张牌，你的哪个心愿要被第一个实现？这个心愿就是彻底的离开忍痛离开那个你待了很久的一个地点，或者是离开一个你效忠了很久的一个圈子，离开一个那个不能够再去帮助你成就你的人。这三把剑扎在自己的心里很痛，但是这三把剑同时也扎在了这个圈子上面，所以这一次其实是一个断舍离第一组牌的朋友，它是一种断开，它是一种刺痛。这种刺痛我觉得它虽然很痛，但是呢，这种刺痛也让你非常的兴奋，或者是说 OK 切掉了那个你想去改变的过去的自己。当我们去真正的让自己蜕变和超越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或者是我们常常讲的都是超越之后，但事实上超越的过程和蜕变的过程就等于去刺伤过去的那个自己，那个我们不再能够去接受，不再认同，不再去迎合的那个自己。这个就是宝剑三。可是呢，这三把剑我觉得它很准确的让你醒来这三把剑让你很准确的，或者是因为刺痛，所以更加能够看懂，更加能够明白自己的决心。所以呢，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一个第一个被实现的心愿是你的理想，是你的梦想，是你心中真正想要去做成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虽然跟工作、跟事业、跟金钱有关系，但是我看到更多的其实它是跟梦想直接挂钩的。而这一次所谓的心愿实现，不仅仅是未来，也有对过去的最后一次斩断，离开一个不能够再成长，不能够再继续的 OK 一个圈子、一件事、一个人、一段关系等等这个是金币七的逆位。好，我们这边最后呢，就来抽一张 Michael 的这个宝剑了。这个是大天使 Michael 的光之剑我们来听一下最后一个来自宇宙的建议吧，好不好？我们最后来领取一下宇宙的爱的讯息，来结束我们今天所有的能量连结。好，我们抽到的是这个相信你当下接到的指引。OK， 这个是大天使 Uriel， 他说的是 Uriel 给了你一个非常 brilliant epiphany， 就是说当前你有一个非常大的觉知这个觉知是大天使 Uriel 其实是给你的一个传讯。而且呢，当下大天使 Uriel 说他会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清空你焦虑的一个方法，或者是他会帮助你清空你所有的焦虑，从而你可以接受和相信宇宙最棒的指引。所以你看我们现在
我们这个能量讲到最后，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心里就是我们回到最开始，我看到你当前的状况虽然有一点被孤立，有一点小冰凉，但是你的心里其实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晰的。这一次的焦虑其实就是最后的一次回眸，因为你知道回眸之后就再也不可能回去了。你在跟过去的自己说告别呀，这是一个告别仪式，告别典礼，因为你在对最后的一些捆绑、最后的牵绊说再见。这把光之剑啊，你看它是斩断，并且是金光闪烁，这个东西就是神谕啊！你接受的这个典礼就是神谕，你的焦虑让你不敢去打开这个神谕，那么大天使 Michael 用他的光之剑去斩断所有的焦虑，从而你可以接到大天使 Uriel 给你的神谕，就是我们所谓宇宙给你的指引，这是你的梦想，这是你的今生的成就，你要去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好不好？OK， 那这里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今天呢我为你们连接到的你的第一个被实现的心愿的所有的讯息，那么希望这个能量能够有助于你，也祝福所有第一副牌的朋友梦想实现。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边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黄色的数字9，好，放在这边给你们做参考。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这个能量啊，是要看你的哪一个心愿会被第一个实现。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第二组牌的朋友，我提前帮你们抽到的一些牌卡。第一张牌这里是太阳，第二张牌我们这边看到了很多的乐器，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了 resistance 啊，这个是逆风而行的一只乌鸦，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种阻力，对吧？然后呢我们看到了54号牌 wrath， 我们这边啊红色的火焰在后方，然后很多的乌鸦都飞了出来，这就是雷霆火焰对，就是乌鸦可能生气了所以呢就飞了出来这张牌其实除了这个雷霆火焰之外，还有愤怒，OK。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牌，第一张牌呢是第一宫的 body 身体，然后我们看到的是7号牌 Jupiter 木星 abundance， 这个是富足丰盛。好，来看一下吧，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来过一下这些神谕牌卡里的能量啊。那么今天为什么你的牌卡比较多哈？因为我在抽的时候呢，每一次都是2张牌的下，所以呢，我感应得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有非常多的这种相互叠加相互的叠加，相互的去呼应，这样子的一种感觉。首先呢，我们这里哪一个心愿要被第一个实现？我们看到了太阳，太阳的能量出现呢，表示你值得拥有很多的快乐，你值得拥有的是无限的可能，而不是被限制。你有很多很多可以去成长的空间，并且你要相信这个成长能够为你带来快乐。那么乐器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工具。那么乐器它出现在这里呢，其实表现的是我们需要通过练习来完成到这种演技的精湛。当然它这边有很多的寓意，等会我们会来进一步的去扩充这个能量然后呢40号牌 resistance， 这张牌呢给我的能量感应很强。这张牌让我看到的是来自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当下的处境非常有可能像这只乌鸦在逆风而行。你们现在呢所前行的道路当中遇到了阻力，这个阻力有可能是外界环境给你们的，比方说你想去实现你的目标，但是呢却偏偏遇到了经济不好。你想出差旅行，却偏偏遇到了狂风暴雨。你想去跟这个人我们所谓的和谐相处，或者是感情升温再进一步，却偏偏遇到了一些事情反而让你们产生了分歧，
又或者是两个人因为一件事情看到了两个人对待同一件事情不同的观点，以及你们的立场的不一样，价值观的不同啊，这个就是 resistance 逆风而行了。那么这所谓的逆风啊，它既有可能呢是我们所谓的宇宙给你的一种挑战，但是这种逆风更像是通过这个挑战来成就你的，我觉得是更高、更好和更加的富足。这个是40号牌，逆风而行。然后这张牌呢，对应的是一小部分的朋友啊，就是这个54号牌。这个呢，讲的是由于生气和愤怒，导致了内心几乎有一种想要去报复的情绪啊，我们所谓的 revenge 啊。那么这个 revenge 报仇的能量呢，可能是我们所谓的生气之后啊，心头产生的怒火，还有火花。但是呢，我们如果去好好的控制啊，当然了，这个怒火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外界的阻力。明明就快要完成了，明明就要实现了，明明都快弄好了，偏偏半路杀出来了一个程咬金，所以你就非常的难受，就想把那个程咬金干掉。所以说54号牌啊，我觉得有一部分朋友啊，你们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脾气。有的时候呢，脾气啊每个人都有，但是如何去处理这个情绪，如何去处理和平息我们心中的怒火，我们如何去我们有一句话是危机公关，能够决定你的命运，能够决定你的度量，能够决定你未来的成就，对吧？这个是 Wrath OK。 好，那么我们的星座牌卡里面这张呢是一宫啊，一宫讲的是身体，但是呢其实一宫的能量啊我当前感应到最大的一个能量的指引点呢，其实是有关于我们的这个面具。什么叫面具啊？面具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滤镜。这个滤镜呢，既是别人看到我们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去看向外界世界的一种方式。那么一宫的能量呢，就是在讲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眼光方式来面对我们的世界，同时我们又希望别人通过怎样的眼光和有色眼镜来看向我们自己。其实一宫呢，很多时候它最厉害的能量就是在指向我们要成为谁。每一个人呢，可能心中都有一个最理想的自己，既有可能是一种性格，也有可能是一种生活环境，也有可能是一种心境和状态。那么我们可能在人的一生呢，这100年里面，都是不断的去朝向这种境界，也就是我们最希望成为自己的那个样子，在不断的努力前行，不断的尝试和进步。那么一宫出现了以后呢，我感觉到第2副牌的朋友啊，来自你们的这个心愿呢，跟你们自己有关系啊，这个心愿呢，跟你们自己有关系。最后的一张牌呢是 Jupiter Abundance 啊，那么这张牌很明显了，这张牌是一个好运牌。当木星降临以后啊，其实很多的所谓的阻力 OK， 包括这个愤怒，其实都会因为这个好运啊而被移除掉。这个呢是外界给你的一个助力，同时呢 Jupiter 出现以后，也在进一步的去扩充和扩张你自己的这个能量，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自己啊，我们想去争取什么，我们想去得到什么，我们想去成就什么，那么木星的能量会进一步的去扩大。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了，具体的你的哪一个心愿要被第一个实现了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验证，连接啊，宇宙的这个第一个被实现的心愿的这个能量啊，我们来具体的看你的这个心愿啊，要被实现的心愿，好，我们就先来验证一下了。第2副牌的朋友啊，我们要来验证，我们来看过去的你，当下的你能量的展现，好不好？我们来听宇宙怎么说哈。OK， 第一张牌是金币6，第2张牌呢是权杖骑士的逆位。好，我们这边出现的是金币骑士的一个逆位，我手上有一张女祭司。
圣杯五和审判牌。这个呢，对应的是一个状态。我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啊，第二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能量在告诉我，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呢，你们可能非常讲究什么呢？讲究的就是说我付出多少，我就得到多少。你们既不去奢求宇宙给你们的所谓的什么彩票得奖啊，你们也不奢求所谓的天上掉一个馅饼砸到你们的头上啊。你们其实呢一直都是一个比较踏实的、很勤恳、很勤勉的一个状态。你们呢在生活当中有非常好的工作，或者是说稳定的工作。那么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很富足的，因为呢我看到了，在你们的心里，你们一点都不缺失。你们其实比较多的是喜欢通过自己的存在和拥有去帮助那些需要你帮助的人。你们的内心是富足的啊，第二副牌的朋友非常的富足。但是呢，当前呢，我看到了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呢，就是在告诉我，你生活当中也许近期遇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外力，或者是遇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阻力啊，导致你原本顺顺利利的，或者是说原本来好好的平稳的状态被打破了。权杖骑士的逆位，就好像你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快乐和幸福奔跑在田野当中的孩子，又或者是说你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小农夫，你在自己的花园和农庄里面去耕耘、去种植、去收获，这种状态非常的好，你也觉得非常的幸福和快乐。但是呢，突然可能天降暴雨，又或者是突然有这种虫害，又或者是你遇到了，比方说有人来打扰你这边权杖骑士，有人来打扰你，有人来干扰你丰收，有人来干扰你收获你的成果，又或者是因为天气和外界的能量导致你没有办法现在像你计划当中的节奏和步调去拿到你想要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你看金币骑士也是一个逆位的，就感觉到这种动感的骑士能量这个马儿就是这个蹄子被一个绳索给卡住了，所以你当下没有办法去完成你的这个阶段的完整过程。OK， 有些朋友可能是在工作当中遇到了困难，本来应该快收尾的工作突然出现了一个问题。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本来是想去，比方讲要去新公司啦，又或者是说要去调部门啦，又或者是说要升职啦，又或者是说拿到新的 offer 啦，明明都已经定好了的事情，突然杀出来一个什么怪事情导致你现在没有办法就是很顺利的，或者是在原本计划的时间轴线上到达你希望去到的地方，所以导致你现在呢就只能在原地停下来。停下来的你呢，有可能你要去修复，花更多的时间把这件本来已经都要做好的事情再来一遍我这边听到有些朋友可能是有一个什么申请，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培训，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过程，有一个什么样子的项目即将做完和做成了，突然出现了阻挠，突然出现了阻力，还差临门一脚就结束的事情就没有办法，还得回来再来一次，或者是重新改变你的方案。那么我还看到有一部分朋友也许你曾经还对别人有所承诺，就是我看到你当前的能量里可能你还有所承诺，就是在你原本的计划当中，这个计划还牵扯了除你之外其他的人、其他的公司、其他的部门、其他的朋友。那么你的这个承诺因为外界的一个突如其来的改变导致你的承诺也不能够兑现，或者是说你的承诺也需要去改变时间，就是我们所谓的推延嘛。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非常的生气我们这里的雷霆怒火非常的生气，非常的郁闷，非常的不甘心，
有一点像是那个《西游记》里面的唐僧取经9981难的第81难，最后呢把你们从天上丢了下来，明明都已经快结束了，很多事情都已经完成了，结果被丢了下来，然后呢衣服打湿了，经文也被水淹了，但是呢最后你会发现其实把你们丢下来，或者是突如其来的停滞，它其实是一个让你重新去审视这个过程当中那唯一的一个或者是2点没有做好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是你当前或者是之前没有看到的，没有分辨出来的。这一次的外界既是一个阻力，同时又是一个修复点，或者是一个加油站，或者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修车厂。就是你现在呢遇到了这个困难，遇到了这个瓶颈，遇到了这个阻力，虽然说把你给停下来，虽然说把你给拉住了，虽然没有让你一下子一飞冲天，或者是马上进入到你想去的领域，或者是你想收获的那个成果和成绩，但是呢这是一个修车厂，这是一个加油站，你可以补充油，你可以修你的车，你可以去把一些技能可能再一次的去巩固，又或者是说查漏补缺。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漏洞没有被发现，而这一次呢，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进行一个补足。我们看到这里女祭司，所以当前呢，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可能在一个人默默的努力你们的情绪呢可能会有一点悲伤，悲伤是因为明明要结束的，明明要做成的，明明都要得到一个褒奖的东西，突然被别人叫停，你肯定是不舒服的。你不仅伤心难过，你还有怒火，因为很不公平，你心里可能会这样想，你可能会谴责这个老天爷你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平？我都已经这么努力了，我努力这么长时间了，这是我应得的呀，为什么突然就让它停下来？为什么突然我就没有拿到呢？为什么这一次没有成功呢？宇宙这个地方在告诉你其实呢一切都没有丢失，一切都没有损失。所以当前你的这个心愿我感觉到第2副牌的朋友，既有可能是你原来失去的一个，就是你原来下的那个订单，你看到了宇宙没有给你那个结果，你很生气，你很愤怒，但是呢我感应到的能量是在说，其实你当前看到的并不是终点站，你当前看到的状况并不是最后和结尾，现在你就有一点像走到了那个路程的8%，那么还有最后的1/9或者是1/10的路程呢，你要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做一个整理，或者是做一个总结，那么你就能够很顺利的做完最后的1/9和1/10，拿到你心中真正想得到的那个奖赏，或者是幸福，或者是一种肯定，又或者是金钱物质的回馈。所以呢有一部分的朋友我看到的是在你的心中，虽然说当下对一些事情你非常的不满，但是呢我也看到了有很多第2副牌的朋友，你已经看到了这一次的停滞，这一次突如其来的改变，也算是让你积攒到了很多的智慧，因为你不得不去用你的智慧去面对这个困境，这个阻碍。那么因为这个能量呢，导致你现在我觉得是能量磁场当中充满了智慧，你在用你最大的力量去修复，去弥补，或者是去改变。这个时候的你呢，可能话不多，不想跟别人说太多，不想跟别人解释太多，你只想一个人静静的默默的把一切都整理清楚，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干净，并且让自己可以成功的往下，或者是往前。所以这边我们出现圣杯5我感觉到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有一点难过，但是这个难过请大家就是放在一个比较中立的心态里，因为我看到的是一切都还有转还的机会Judgment 逆位，我觉得大家卡住了，卡在这个业力当中，就像那个还是那个例子9981难，有一难没有经历肯定不行所以呢当前的这一个卡关就是最后的那一难，或者是最后的那一个经历，最后的那一次考验，让你能够彻彻底底的转型成功，因为 Judgment 有转型的能量。可能有一些朋友当下在准备的就是这个升职，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在准备的是一个换公司、换领域，
有些朋友呢，当前准备的可能是自己自己去下海创业。OK， 那么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这是一个自我成就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呢是大家看你的这个滤镜要被改了。也许以前呢，别人看你，觉得你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觉得你是一个很一般的人，但是你的这一次改变，就是让别人看到你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你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你是一个很有自己方向性的，你是能够我们所谓的抓住自己命运，为自己拼搏一次的独立的个体，不被别人影响的一个个体。那么这一次宇宙呢会给你祝福的，只是这个祝福啊，可能是在这个所谓的阻力之后的一个恩赐。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历的是阻力，我们看到的是阻碍，但是有的时候这种阻力跟恩赐本身是连接在一起的是连接在一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牌有点多，我们来看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啊，哪一个心愿呢要被宇宙第一个实现？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权杖侍者和月亮的逆位。好，再来，第一个被实现的心愿是什么呢？感恩宇宙。第3张牌呢是恶魔，好，这边是宝剑国王和圣杯七的逆位。最后一张牌，哪一个心愿呢要被第一个实现啊？感恩宇宙。好，最后一张牌呢是圣杯骑士的逆位。我们的牌底啊是一张战车。OK，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第2副牌的朋友，究竟哪一个心愿呢要被第一个实现？好，我这边感受到了什么能量？就是重新开始，或者是再次的出发和启程。刚才我们听到有些朋友呢是遇到了阻力，这个阻力呢，它可能让你没有办法在原本的工作岗位当中继续。这个阻力呢，可能是让你马上就要成功的一个计划或者是项目啊，突然停了下来，你得去修复，你得去弥补，你得去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还有一些朋友呢，是你当前的一个计划，我这边看到的是权杖骑士、金币骑士嘛，是让你的一个计划突然停了下来，有可能是天降暴雨啊，对啊，也有可能是这个老天爷给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啊，使得你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进了。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第一个心愿是什么？你的第一个心愿呢，就是再次启程。也就是说啊，我们的这两个能量，就是权杖骑士和金币骑士，他们要顺位，他们要能够再一次的开始。而再一次的开始呢，会从行动这里啊，就是这个 Page of Wands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慢下来的，不像原来这么冲的。原来呢，可能是在马上你在马上，就是你的速度很快，你冲得很快，冲得很顺利，突然一下子让你停了下来，你就冲不了了。那么有些朋友呢，对应在突然慢下来的节奏，突然慢下来的一个进程里面，可能会心里很不舒服，很不甘心。那么这一次呢，第一个心愿呢，就是让你能够再一次的启程。但是呢，请你注意，这个启程没有之前快了，这个启程呢是慢一点开始，稳一点的开始。也许呢，有一部分的朋友啊，在这一次的突然的阻力当中，也看到了可能自己之前的不足，又或者是看到了你的一个敌人，或者是你的一个对手的出现。也许有一个隐藏的对手和隐藏的敌人，之前在你的团队当中啊，他是默默的隐藏的，但是这一次呢，他为了阻碍你，或者是他为了干扰你，所以呢，他不得不现身和现形，导致你非常的愤怒，
也许有一部分的朋友呢，被你自己团队的人呢，就是背叛，或者是违背了你的意思，导致整个程序或者是整个问题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雷。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心愿呢，就是让你看到宇宙希望告诉你的是，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这个重新来过不是说之前的事情就毁了，我觉得恰恰呢是你之前的那件事情还可以通过修复和弥补，一样可以取得一个成功啊，一样可以成功。所以这个时候呢，第一个心愿呢，就是让你们看到希望。权杖侍者啊，让你看到希望，让你看到很有创意的，比方说方式，很有创意的一些点子，把你的作品再次的呈现出来，甚至是以更好的方式呈现在世人的眼中。曾经你给你的上级领导的承诺，曾经你给家人朋友的承诺，这一次虽然被延误了，但是呢，出来的一个作品，出来的成绩会比之前更好啊。所以我们在说嘛，有的时候呢，其实逆境啊，它也是一个成就你的一个助力，对吧？这个也是你的助缘。然后呢，我们的第二张牌啊，这个里是月亮牌的逆位。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恐惧没有了。为什么恐惧没有了啊？其实呢，第二组牌的朋友，如果之前呢，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很多的想法，你有很多的点子，你有很多的，比方说计划，那些东西呢，可能会就是说有些地方啊，我这边看到就有些地方可能不是那么的稳固。OK， 有些点子没有那么的稳固，有些方向可能没有那么的实践性很强，所以呢，这一次的暴雷，或者是这一次出现的背叛、阻力、外界的干扰，反而让你看清楚了所有你生活当中的问题。所以呢，因为你看清楚了问题，问题被暴露了出来，所以你才没有恐惧。有些朋友之前可能心里隐隐的总有一些担忧，这一次呢，担忧没有了。因为担忧直接变成了现实，所以你的心里不再有恐惧。月亮牌就是逆位的，不再有恐惧。这个所谓的恶魔，或者是这个所谓的阻力、坏人、对手这个危机，其实这一次出来了它出来了，它没有隐藏，它出来了，它已经被你看到了。所以恶魔的枷锁就不复存在，你就打破了这个限制，打破了别人给你的牵制。或者是说你曾经心里一直很担心的一件事情这一次它反而是光明正大的走出来了，所以呢，你就不再受限于它，你也不再被这个人所捆绑这是两个非常好的能量月亮牌的逆位跟恶魔的逆位，就感觉到一些有一点隐隐的缠绕着你的东西这一次其实是完全被断开了的，不复存在了。所以呢，你看很多朋友在这里第二副牌的朋友，宝剑国王，你们做的是一次勇敢的大胆的决定。我看到很多朋友这个勇敢和大胆的决定呢，就是我这边看到有一张牌刚才女祭司，对，这个勇敢和大胆的决定呢，就是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觉得这边有些朋友就说跟团队一起做，或者是依靠大家一起努力，相对应的我觉得是你通过自己的方式至少是通过自己的直觉，通过自己心中的那种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有可能需要你去下定决心，这个问题呢可能需要你去重新审视，这里的一个决定呢也有可能是让你去再一次的让自己的能力升级。有的时候呢，如果是在工作当中的朋友升职没有成功，或者是你的申请没有被通过和认同的话，请你一定不要放弃，很多事情不是一次就能成的。这一张宝剑国王比较像是说，你会重新回到自己的领域，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再一次的去磨练自己的心智，再一次的去打造自己的技能，让自己的这个本领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坚强。所以呢，你的决定能够让你真正的转型成功，让你能够坐上那把交椅，让你能够得到那个 offer， 让你能够申请成功，对吧？这个是宝剑国王，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决定，是你心里告诉你的答案。当你做好决定之后呢，你心中的幻想将不复存在。这个圣杯七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种我们所谓的消极的情绪，
也许呢，曾经啊，你有很多的焦虑，或者是因为这一次的阻力的现前，你的心中有很多的愤恨，有很多的这种愤怒，有很多的我们所谓的责怪和责备。但是呢，因为你的心里已经想好了，你要通过自己去解决问题，所以呢，这些不好的情绪和不好的想法就会被你打破和打散。最后的一张牌呢是圣杯骑士的逆位，这张牌呢给人的感觉啊，就是不去感情用事。谁不是一个感情动物呢？当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当我们遇到了这种坏的对手啊，这张牌愤怒啊，雷霆的愤怒，遇到了很坏的对手，或者是偏偏要来阻挠我们的这些人啊，我们肯定心中会有很多的不满，会有很多的情绪。但是呢，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这一次要被实现的这个心愿呢，不是感情用事，而是你们这一次用自己的理智战胜了你们的感性，用你们的理智战胜了你们心中的怒火。这个怒火甚至是想要去复仇，想要去跟这个人对着干啊！但是我看到你们当下的能量就是在说，你们会用自己的理性啊去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计较所谓个人的得失，不是计较谁输和谁赢，而是去看向整个事件最后的结果。有些朋友当前的这件事情呢，也许涉及到的是你的金钱，你的金钱能够给你的家庭的一种安定，那么这就是大局观。有些朋友呢，可能是不仅仅是自己的升职加薪，还代表着你整个团队，甚至整个公司和集团的成败，以及他们未来的发展。所以你不会用自己一个人的所谓的情绪来影响你的判断，来影响你的计划和未来的行动。这一次，你勇敢地战胜了你的情绪，战胜了别人对你干扰之下给你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我觉得是枷锁吧，这个枷锁。所以呢，你这一次他的这个心愿的成就，就是去完成你原来的心愿是你原来的一个心愿。有些朋友呢是心愿被阻碍了，这个即将实现和显化的目标被突如其来的事情所干扰和改变了。那么这一次要去实现的这个心愿，其实还是那个心愿，是你原来没有实现的那个心愿。宇宙在告诉你不是上一次没有实现成功，这一次不行，这一次宇宙要跟你一起成就它。这个9981难的最后一难你当前在经历着它，而这一次经历的最后一难，能够让你真正的成就。你所有的本领，你所有的技能，包括我们自身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包括对外处理危机的公关，包括这9981难，也许你最后所缺乏的那一点查漏补缺，都在这一次阻力当中你是逆风而行，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处理好了。所以说这一次你看我们这里抽到的是一宫，第二副牌的朋友，恭喜你们，你们这一次要真正的转型的是自己，你们的这个心愿呢是有关于自己，自己呢可以站在那个位置，坐上那把交椅，成就的那个职位。这一个自己这一个心愿呢，可能是终于能够取得新公司的认可，或者是拿到那个 offer， 申请成功了，你就不再是原来的自己，在你的身上将加入一个新的光环。这个光环也许是我们简单一点，比方说老板，这个光环可能是高管，这个光环可能是总监，这个光环可能是某某大企业的谁谁谁，这个光环可能是某某名校的谁谁谁，对吧？这个光环可能是某个领域的成功的发表人，这个光环可能是那个作品点击率有很高，对吧？所以呢，这里的一宫的能量其实是你自己你自己给自己增强了一个能力，你自己给自己增加了一个光环。这个光环呢，将为你带来无限的好运、富足。所以这个光环呢，我看到这边第一个要被实现的心愿是你原来没有实现成功的心愿，曾经没有显化成功的一个显化。那么这一次呢，
太阳的出现就是好运，就是所有的成长将在这一次的逆风而行当中成就你啊！你能够真正的成长，你能够真正的做完，你能够真正的做成。所以呢，很多朋友啊，在这一次的心愿达成里面，可能会收获的是金钱、奖金、更高的职位，或者是新的职位、新的公司，对吧？新的团队、更大的团队。或者是说终于完成了那个项目，终于做成了某个项目，你将拿到奖杯，你将得到认可。而且呢，还在自我的修炼当中，最重要的是自我修炼当中获得了无比的成就。这个成就不一定所有人都懂，但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啊，应该是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因为有的朋友这里啊是一个项目被阻塞了，但是你又最后把它给做成了，所以你的团队或者是项目当中的组员就会为你鼓掌，因为你太棒，你太优秀了啊。那有些朋友呢，如果这边是自己完成的话，那你就是自己心里清楚你经历了什么，你自己心里知道你经历了是多少的煎熬、痛苦、焦虑，但是最后你赢了，最后你做成了，所以你值得拥有我们这边啊，宇宙和上天赐给你的好运，绝对的祝福。木星这一次的心愿能够让你彻底的突破自我，转型成功，变得更加的丰盛和富足，让你能在一个更高、更大、更强的领域当中，或者是平台 ，OK， 让你去展现自己、发声。所以呢，这里啊，就是关于这个心愿呢，我为大家连接的信息，我觉得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心里肯定懂啊，肯定懂，因为这件事情在你心里围绕很久，而且呢，这件事情还突然出现了外力的阻挠，但是呢，请你相信，宇宙还是要帮你实现它，只是多绕了一个弯，只是花了多一些的时间。你要在这个所谓的指示当中啊，去学到宇宙的这个背后安排的深意。去找准自己该怎么样去达成它的这个过程啊，你要去在这个地方去修炼自己，完成自己啊。好，那我们最后呢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建议啊，宇宙有什么样子的建议给你？对于在当前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这边啊。宇宙说你的频率在上升，或者是在上扬。他说当下这个时间段呢，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精神成长的阶段。你呢，当前呢正在不断的去蜕变，然后呢接受到一个更高能量的频率。所以说当前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能量以后，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要控制住自己的怒火，你们要能够感知到自己当前的一个情绪的波动。也许当前的这个阻挠，你心里已经心中有数了，所以呢，就不要被这个阻力，或者是外界的这个干扰，又或者是这些来扰你的人所影响到自己。现在的你呢，最好的状态就是女祭司。让自己心中明了，让自己的直觉现前，让自己知道怎么样去解决当下的问题，从而呢，把你之前没有显化成功的一个心愿或者是目标，把它给做成了。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当下尽管有些事情没有像原来的期待的计划的方式进行，但是呢，还是可以到达终点。所以现在绝对不是放弃的时刻。这张牌啊，宇宙在告诉你，经历这所谓的9981难的最后一难，能够最终的成就你，成就你自己，成就你的成功，成就你心中这个一直想去达成的目标，以及所谓的心愿实现。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二副牌的朋友，今天呢为大家连接到的这个信息和内容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给大家带来指引或者是帮助。那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红色的圆形数字4。好，放这里。
那我们今天呢来看的是你的哪一个心愿会被第一个实现？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为你们提前抽到的神谕牌卡。第一张牌呢是4号，这张牌呢是那个名字我不太记得了，大概的它的这个故事情节就是说，有一个女生她跟一个男的很相恋，然后呢她跟这个人之间有很多的纠缠啊，因为这个身份地位的悬殊，然后这个女生就生了一场病之后呢，大病初愈，然后呢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所谓的病得很严重，就仿佛死过一次。当他醒过来以后，他意识到了他的心里真的是非常喜欢一个人，或者是说对那个男士他喜欢的那个人其实还是非常爱恋的。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次所谓的生病，又或者是死亡的这个重生的阶段这个过程里面，他感受到自己真正心中想要什么。第二张牌呢是 distance， 这张牌呢是讲的距离。然后我们抽到的是42号牌 routine， 这张牌其实之前抽到过那么42号牌呢是作为14号牌的副牌出现的。最后的一张牌呢是这个南焦点 South Node Life's Debts， 这个是生命的债务这一张牌呢其实南焦点讲的是我们的 karma 业力好，来我们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这个能量信息。我们今天肯定是要抽很多塔罗牌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先过一下牌，等会儿我会来给你们抽验证今天的神谕牌卡里面呢，首先是这个死亡牌，这张牌代表着巨大的重生，代表着巨大的改变。也就是说第3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们的能量磁场当下吧，应该有一些事情在要么是推动你们改，要么呢就是你们心里想改，要么呢就是你们已经在变了，你们已经在经历着重生和巨变这个是第一个能量。第二个能量呢是 distance， 这张牌呢是距离。这张牌呢就是在讲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是一个小搬运工，或者是把自己理解成一个小蜜蜂，每天呢嗡嗡嗡做着我们每一天的日常要去做的工作，要去照顾的人，要去做的饭要去这个洗的衣服，要去这个接送等等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的小事情，我们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去感受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从生活的这种小事和细节当中走出来，这样子的我们呢就更加接近于我们的高我，接近于我们的灵性，去感受，去体会，去反省我们每一天做的这个事情是否和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喜好，和我们的人生使命最后是连接在一起，并且是相互对应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日常当中生活的事情里，也许我们会为一些小事情而弄得很焦虑、头痛、不安。当我们如果处在这种焦灼状态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学会这个小乌鸦飞上枝头用一种观察的眼光去看自己的生活，去看别人的生活，而不是把自己当做那个主角。这个很好的一个那个比喻就是我之前讲的，就是那个演员和导演的故事嘛。那么这张牌 distance 和 routine 加在一起就是我们要能够随时切换演员和导演的位置。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太过于充当主角，我们就会 too involved， 就是太过于纠缠在其中，而会失去这个整个剧本我们所谓这个剧本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而失去了这个剧本它的核心，它的这种价值观，以及这个故事这个人生它最后想要去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想去体会什么的那个本质，那个真相，那个含义。OK， 这个是 distance and routine。 那么最后的一张牌的南焦点这个是生命当中的债。其实呢，南焦跟北焦并不存在所谓的谁好谁坏，两个点两个能量所指的方向不同而已。其实呢，在南焦的这个点与其说是我们生命的业力，或者是我们生命的债务，不如把它理解成我们要在今生今世关闭的大门，或者是停止的一些能量。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你在很多生很多世都纠缠一个人，或者是都在对某一个能量，比方说钱，比方说名誉，比方说这种占有欲，一直都是很强烈的一种感应的话，那
那么累生累世所积攒的能量，你每一次的轮回，你每一次的循环，你都有这个能力去关闭这个能量。如果说你觉得太过于，比方说占有欲，太过于想得到金钱，太过于想得到名誉，又或者是跟某个人的关系和感情太过于纠缠，那么你其实在今生就可以去把这个债还了。还债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关闭它，我们所谓的停止。其实有很多时候生命的债比我们3D 世界当中理解的什么还钱欠钱要容易很多。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觉醒，让自己能够放手，让自己能够真正的关闭掉这个能量给我们的影响就够了。所以说当这个42号牌出现我感觉到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需要去关闭一些东西，又或者是说停止一些能量的继续，也就是停止一个日常，停止一个习惯，停止一个习性。那么这些习惯跟习性有可能并不是物理方面的，也有可能是你的思想里的习惯。你是不是一直和重复的在想一个人？你是不是一直重复的在用某一种方式思考？或者是说你的感情状况里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一点以泪洗面，有一点焦躁不安呢？这一些同样也是我们日常的一部分。这种日常我们就需要让它停下来，而不是让这个日常成为我们每一天的习惯。因为这种习惯如果养下去的话，肯定不会对你有利，肯定会我们所谓的你去滋养了一个你不想得到的能量的话，这个能量就会越长越大。如果这个能量并不是你喜欢的，你想去改变它，那么你就要勇敢的去 ending。 我们这里死亡牌和南焦点，它讲的是一种关闭，一种结束的状态。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抽牌了。我们首先呢来对应一下，我们要来问宇宙的是来自第3副牌组的朋友，关于你能量从过去到当下的一个显现。过去的能量有没有什么很重大的事件或者是能量能够给我们一些展示，又或者是说当下你的心境和状态又如何？感恩宇宙。我们来看一下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信息作为我们今天的验证。好，我们的第1张牌呢是权杖侍者的逆位。好，第2张牌我们看一下金币10的逆位。圣杯8的逆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这个是 Emperor 的逆位。 OK， 好。第3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今天的能量验证，宇宙在告诉我关于哪些你的背景信息我们来对应一下。请第3副牌的朋友感觉一下这些能量当中是否有你的能量的展现好，首先呢我看到来自第3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当下你的心态里可能有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很无力，对生活有一点提不起兴趣，又或者是说你对当下整个生活的状态处在一个不是特别满意的感觉里，并不是说有多糟糕，但是呢不够满意。你对整个生活当下的状态不是很满意，也许你不满意当下你的家人跟家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又或者是说你当下可能在这个恋人或者是跟父母亲关系里存在一些分歧，存在一些不和谐，又或者是说当下你觉得你很想组建自己的家庭，但是呢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达成你的心愿。第2个能量呢，我还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你在自己的情感的世界当中有一个走不出来的循环，你一直在原地打转，但是呢你的身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你的这个生活可能已经离开了跟某人的一个联系，但是呢你在情感和精神层面根本就没有办法忘记过去。所以呢当下的你在这个能量当中有一点像是你的情绪，你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而当下呢你现在所处的生活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不真实的感觉。我们如果把灵魂和人体，就是这个身体分开的话，那么你的身体是活在当下的，但是你的灵魂却还在过去。所以呢，这种我们所谓的时间的不同步性啊，也为你带来了很大的一种困扰。你可能感觉到自己生活呢，就是仿佛有一点无力，抓不住这个生活的方向盘。你没有办法让自己真正的活在这个当下的身体里，因为你的情绪、你的想法还在过去，没有让自己真正的走出来。你在强行的让自己往前看、往前推进，但是呢，你却思想当中没有办法，就是绕过那个弯。这里有一个圣杯八嘛，对吧？最后呢，我们这里有一个皇帝牌的逆位，这张牌呢让我看到的是啊，第一个就是有些朋友其实当下生活整个状况啊，如果我们把生活想象成建造一座大厦的话，那么你现在生活里面所建造的大厦并不是你最理想的样子。这个大厦呢，有可能啊，有些地方它是缺失的，又或者是有些地方你很想建造成一个宫殿，但是呢，以你当下的这个状况，你没有办法建成。或者是你当下生活很希望跟那一个人组建家庭，可是那个人呢却没有办法跟你真正的在一起，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当下的这个皇帝牌它是一个逆位。第一个，有些朋友当下的生活是有一点点杂乱无章的，也就是说你现在生活的状态和条件和你自己心中真正理想的那个方向，它是有一点点相互对冲的，两个之间的能量并不是完全对齐的。所以这张皇帝牌给人的感觉就是你制造的这个生活的规则，以及你生活的构架和你真正心里想要看到的那个感觉差别有点大。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呢，也许根本就没有去想去架构你的生活，因为你的情绪就在过去，你的想法也在过去，你的灵魂也停在过去，而当下的生活有一点像是顺其自然的所谓的脚踩西瓜皮啊，滑到哪里算哪里。你并没有真正的能够在生活当中，我们刚才讲，如果那个是风筝的话，那个线当下是松的，你没有去抓这个风筝的线，所以风筝呢是随意飘啊，是随意的飘。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啊，我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个需要你们去，因为这里有一个死亡牌嘛，我觉得你们就仿佛现在是在一个生病的状态里面。这个生病呢，不是真正的生病啊，这个生病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上的、想法当中的，就是你现在是一种亚健康状态啊。我不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你们有一点亚健康，就是离那个健康还差一步。因为你们的想法当中有些能量啊，可能还没有办法真正的让你们所谓的去感受到那种，哎呀，我好幸福，哎呀，我好快乐，哎呀，我每天都很开心。就是差一点点。那么讲到这里呢，有一个信息补充一下，就是有一部分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也许是受到了生命，就是我们所谓的身体给你的一些困扰。有一些朋友呢，当前可能有一点慢性疾病，就是残留在你的身体当中，你非常的想去和这个病魔远离，但是当下呢，这个病魔可能还在你的生命当中啊，就是缠绕着你。你可能非常的痛苦，因为这个病魔的影响，导致你没有办法去抓住你生命的一个节奏或者是方向盘，因为可能有很多事情你想做，你想去，比方说运动，你想去交朋友，你想出去玩，但是因为身体的状况没有办法满足你当下的一个需求，所以你现在只能够，比方说待在家里，只能够去做一些很轻微的，比方说活动。又或者当下有一些朋友还需要别人来照顾你，所以你其实对生命的那种太阳之下的奔跑的状态是非常渴望的。而当下呢，这个所谓的生命的债啊，所以你现在呢，可能也是在这种状况当中啊，你需要让自己去关闭这个 illness 这个病魔对你的影响啊。我这边看到一些来自第三副牌的朋友啊，就是你们的一些能量啊，对，好。我们现在呢验证就结束了。现在呢，我们来看你的哪一个心愿要被第一个实现，好不好？OK。我们来抽牌啊。宇宙，请你告诉我啊，选择到第三副牌的朋友，你的哪一个心愿要被第一个实现？
首先呢，我们抽到的是金币3，好，然后呢，我们抽到的是圣杯骑士的逆位，然后呢，第3张牌我们看到的是月亮的逆位，然后我们抽到的是太阳牌的正位。下面呢就是下面有藏的一张牌是圣杯10的正位，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圣杯6的正位。好，哇，这个能量非常的清楚啊！第3组牌的朋友啊，宇宙给你的讯息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的清楚。先来跟着我们刚才讲的能量吧。这边呢，我看到的是圣杯6的一个正位。有一些朋友啊，你们可能曾经在这个我们所谓的没有得病之前，就是生活你小时候或者是之前好几年啊，你曾经就是非常健康的时候，你过得很好，你过得很快乐，你可以出去玩，你可以交朋友，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可以去旅行，你可以去健身，你可以跟朋友出去酒吧K 歌 OK 蹦迪等等啊。那么我看到的是宇宙要第一个帮你实现的心愿，就是让你原来的生活回来。圣杯6的正位把你原来健康的生活带给你，也就是我们在讲你的身体的状况要得到一种痊愈要会痊愈。宇宙要第一个帮你实现的心愿就是让你痊愈。我这边看到呢，有一部分朋友如果真的是身体状况的问题的话，那么这个状况其实当下已经在最后的阶段了，请你们一定要坚持住，要让自己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去想健康的状况，不要去想生病时候的那种痛苦。虽然有的时候这种我们所谓真的生病可能会很难受，病魔呢会缠绕你，你会很伤心，你会不舒服，但是呢，越是这个时候，我们的精神力就要让它更加的强大，要让自己的内部的精神力量去战胜所谓的恶魔，或者是战胜这个病魔。我看到第3副牌的朋友，第一个宇宙要帮你实现的心愿就是让你回到从前健康的状态，让你能够像之前一样，像孩子一般健康快乐的笑，让你能够开心快乐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个能量我第一个跟大家先讲，因为这个能量在圣杯6的出现的时候，我就听到非常直观的一个信息的传递。那么我们来讲一下其他的朋友如果当下的这个能量并不是少数朋友跟健康有关的，那么这个信息呢是这样子的。首先呢，我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将建立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好比讲，我刚才说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其实你们现在的生活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又或者是说你们有一部分的能量停留在过去，停留在一种虚无的缥缈的想象里，而当下你生活的一个整个基础，也就是这个结构你的架构，这个大厦，这个大房子，它并不是你理想的一种感觉。也许呢，这座房子里你想去亲近的人他们不在，又或者是说生命当下你想去做的事情，因为资源的不足，又或者是缺乏机会，导致你没有办法去做你想做的事情。那么宇宙要帮你实现的第一个心愿就是回来去建造这个大厦的基础，金币3的能量。你会把能量收回来我们刚才讲你的灵魂在过去，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灵魂收回来，回到自己的身体，回到当下的这个状态里去，看向自己生命当中现在有哪些。有些朋友现在你有的可能是一个稳定的工作，可能是健康的身体，可能是你日常当中比方讲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时而回到家里去跟爸爸妈妈做个饭吃个饭，时而回到朋友的身边喝个茶喝个酒干嘛的，或者是有工作可以做。那么你们就要把自己的灵魂，你们的精神力量拉回到当下的这个身体里去，看向你生命当中当下所有的。比方说有些朋友现在如果已经有孩子，已经结婚，你就要把能量收回到这个家庭里来，去看向家庭里这个家庭生活在每一天的日常当中的这种细节里的美好。如果我们成为这个剧集的主角，我们就是每天去按部就班的做事情，而感应不到这个做事情的意义。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这个高度飞到上面去，我们所谓的我们成为这个生活里的导演，你就能够去
编辑或者是去感受一下你每天做的事情，你家人朋友为你做的这些事情，他们是以怎样的意义啊存在你自己人生的大距离。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更多的感受到这种意义，你也能够感受到你自己的这个角色能够给他们带来的影响。那么你每一天做的事情，你给出去的爱，你接受到的爱啊，这个能量就会被放大，就会变得有意义了。金币3。那么如果当前呢是单身的朋友啊，我感受到非常明显的，也许你要的爱情，你要的情人，你要的家人成员，他也许不在你身边，又或者是说他们当下没有办法跟你重聚。那么我看到单身的朋友啊，这张圣杯骑士的逆位，我觉得宇宙要帮你实现的第一个心愿啊，你要去看一下啊，你要去看一下，也许这个你特别想跟他组建家庭的人，他未必是家庭成员的良配。这是什么感觉啊？就是有些朋友，也许你特别爱一个人，你特别爱他，但是这个人也许当下跟你的状态是已经分手了，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人已经在过去就已经分道扬镳了，就已经所谓的关系啊有了这种断开。那么当下呢，你的心也许还在他身上，只是你自己的潜意识啊在不断的让你回到过去，想跟这个人继续相处。可是呢，我当前看到的啊，宇宙要帮你实现的第一个心愿，其实恰恰是和这个不可能再连接在一起的这个所谓的你今生最爱的这个人，在能量上断开。为什么？因为这个人跟你之间呢有业力的纠缠。我们看到的是南焦点，生命的债，这是我们所谓的业力能量啊。这个人呢，你之所以很爱他，也许在你们的过去世啊，这个不仅仅是小时候了，这个也有可能是你们过去世，也就是你上一辈子、上上辈子，你们两个人之间有纠缠。也许上上辈子是你对不起他，这辈子呢，他也有可能啊，就是我们所谓对不起你。那么你要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你们的业力停下来，让你停下来，只有你停下来，这个业力的纠缠和循环才能停下来。所以我看到的这个能量，对于单身的朋友啊，这个单身我觉得更加像是你有一个很爱的人，但是你其实跟这个很爱的人没有办法在今生所谓的组建家庭，或者是永远这种亲密的陪伴一生一世。你需要去让自己的能量做一个调整，去真正的和这个不可能在一起的人能量上断开，从而你的灵魂才能回到当下的这个身体，你的大病就能够痊愈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牌啊，就是感冒非常的严重，它就大病痊愈。那么痊愈之后你就会醒来，醒来之后你才能够接到你生命当中的太阳。这边呢，我看到有一部分朋友，当你能够做到啊，就是跟这个人彻底的说再见，以最好的方式断开你跟他之间的连结，那么接下来你将遇到的是生命里的太阳，你将过得很快乐。这个时候的你状态调整好，也就是业力被你关闭之后，你将遇到你今生的正缘。圣杯10，你将遇到你今生的这个正缘。这个正缘是什么意思？这个正缘是陪伴你一生一世的爱情，也是陪伴你一生一世的伴侣。这种陪伴并不是远距离，这种陪伴有可能是跟你走进婚姻和家庭。 OK， 有的时候啊，这个未必我们这一生的婚姻对象是我们最爱的那个人，但是我们今生一生一世陪伴我们的这个人跟我们一定是有很深缘分的。所以呢，你看第3副牌的朋友，如果是感情关系啊，你在关闭这个业力的同时，其实你就为自己打开了一扇门。你在关闭这个累世业力的同时，你也打开了你今生的正缘之门，对吧？南焦点跟北焦点它是一个对，就是两个角180度啊。那么南焦点跟北焦点它是在讲生命没有什么东西呢，特别是这个南焦点，生命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能够去怎么讲，就是别人送给你，这个不是南焦点的能量。南焦点的能量是在讲生命有些东西，如果你想得到，你就得去挣得。所以这个地方他经历的是一些痛苦，是一些煎熬，是一些折磨，但是最后你却能够得到一个你其实今生今世最想得到的东西。所以你看，如果第3副牌的朋友，
在你们的这个我看到的状态里面，让你们觉得不是很满意的是你们的家庭的话，这个家庭代表着也许你很想成家立业，你很想跟一个你喜欢的人亲密的走到一起，你很想拥有一个稳定的很温馨的生活状态的话，那么你就要让自己真正的离开业力。南焦点，离开业力，离开这个你幻想当中你好爱好爱好浪漫好浪漫的，但是却得不到的爱情。你要能够走出这个幻境，打破这个幻境。也许你每一天晚上都在想着他，想着什么时候能跟他重聚，想着什么时候能够跟他两个人在一起结婚生孩子。也许你想的是你们过去曾经的多么多么的美好，但是现实当中也许这个人早就离你很远了。那么你就要打破自己这种思考的日常，不要再去每天想他，不要再去每天念他，而是让自己回到当下。现在你有什么呢？你就要去滋养它。当你能够把这个业力的能量关闭，你就能够真正的活在当下，并且面向未来。在你的未来里，宇宙要实现你的心愿，就是要带给你真正的家庭的幸福和温暖。我感受到宇宙可能会对第三副牌的朋友给予的这个心愿实现的这个心愿，有可能是你们的婚姻生活，就是你们可能会真正的走入一种成家立业的感觉里面去，找到自己的正缘，并且跟自己的正缘非常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你们会有自己的小孩，那个时候的你就跟业力就完全没有关系了，你今生情感的业力就彻底的结束了第三副牌的朋友。所以说，如果当下你的心里对过去的能量是因为一个人的话，你总是想着跟这个人在一起，你总想等这个人，等他来成就你的婚姻，等他来成就你的家庭的话，那么这个等待请大家注意了，我这边看到了这个等待有可能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在今生降临，因为今生这个人他跟你之间的能量是业力是业力，你需要去做的并不是去朝向他，而是去关闭他，停止它。 OK， 好，再来还有一些朋友这边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要被宇宙实现的心愿，宇宙还有什么样子的能量我们这边有一张牌是月亮牌，刚才没有讲。月亮牌讲的是什么呢？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呢，在当下的生活状态里我刚才说的是你不够快乐，你的生活里也许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你不够快乐。那么月亮牌的逆位我感受到的这个能量就是说，也许你有一种很理想的生活状态，也许是工作方面的，也许是这个金钱方面的，也许是物质方面的，你有一个自己的理想，但是呢你却觉得当下在这个现有的环境和资源之下，你没有办法去做到，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得到你现在最希望看到的一种生活状态。也许是更大的房子，也许是更好的车子，也许是我们所谓的工作当中更高的职位，又或者是说你梦寐以求的公司。这张月亮牌呢，给我的感受就是你需要让自己通过一种改变你当下生活的习惯，来真正的达成你的心愿。什么意思比方讲我做个简单的例子比方有些朋友你想去进这个世界100强的公司，或者是你有一个理想的跳槽，就是你想去升职嘛，你有一个这个理想的公司，有一个理想的职位在你心里，但是你同时又知道这个理想的公司、理想的职位，它需要更高的要求，比方说更高的学历、更多的经验、更高的技能，或者是说另外一种更高级别的技能，就是新技能。但你当下呢，从你现在的日常当中去看，你其实没有办法通过现在的每一天的努力和行动来得到或者是获取那个新技能，或者是获取更高的一种技能。那么当下这个月亮牌就是你在幻境当中想我想要那个，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你的这种想象的高度它是不匹配的。可以感受什么意思呢？好，再说直观一点我们再举一个更加简单的例子。我们来讲学英语我们来讲学英语。比方说你想要的这个公司这个职位，它需要英语口语特别好这个写作特别好的一个人，但是当前你的英语水平可能停留在一个口语不行，写作一般这样子的一个水平我们是举个例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每天都在想，哎呀，我好想要那个公司，我好想进那个公司，我好想拿到那个职位。但是你现在每天做的事情，你当下的工作啊，也许并不需要那么高级别的英语水平，所以你也没有去学那么高级英语的水平的东西，你的口语一直保持在一个一般般的情况。你的写作，当前公司只需要你会翻译，但是并不需要你去创造写作，就是创造一些文案的东西。那么你在英语的这个笔头上写作方面也没有达到你理想公司的要求，这个时候的你就需要去改变你的日常。比方说公司当前没有这个口语的要求，写作的要求，你就要在工作之外、工作之余去报班去学习，在周末的时间去跟更高级别英语水平的人沟通交流，去挑战自己当前的水平和业务能力。那么月亮的逆位就是在讲，不要让自己活在虚幻当中。如果你真的有一个特别想达到的一个境界，因为这张金币石有可能有些朋友对现在的生活里的金钱、职位 OK 薪资不满意，那么你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理想的公司岗位和薪资的话，你需要当前用你的每一天的行动去走到那里。走到那里是需要时间，是需要付出努力和代价的。只有当你的能力到达了那个公司那个职位的高度，你才能够有机会去搏一搏。当你有一天申请跳槽，当你有一天去申请这个我们所谓投递你的简历的时候，那个公司的要求你得符合才行，那才是你去撞开那个公司大门的砖，就是你得有这个怎么讲啊？你得在每一天的实际的生活里面付出你的时间和努力，在日常当中去改变你的日常，改变你的习惯，改变你的能力。那么日积月累，你就有一天能够有那个高度，你就能够走到那里。所以有些朋友啊，如果当前你还小，而且当前你的这个生活的重点和目标是事业相关，那么金币石的逆位就是在讲这两张牌啊，你现在的能力，你现在的所谓的实力，你现在的高度没有办法满足你的胃口，就是你的这个怎么讲啊？它不能叫野心，就是你的这种意志或者是你的志向，对，你的志向很远大，但是你当前的能力没有办法去满足你的志向，没有办法去实现你的理想，所以现在你需要从每一天的日常里让自己醒过来，让自己去改变它。你要去离开你原来的日常，你要去改变这个日常，从每天早起给自己1个小时的时间去充电，晚上回来工作回来还要去学习，只有从日常里面去改变，你才能够在未来有一天过得快乐和幸福。也就是我看到宇宙在这个地方要帮你实现的一个心愿，就是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自己的梦。这个梦就是你当前生活的状态，这个梦在你的潜意识里很久，你很想很想到那里，你很想很想成为那样的人。那宇宙这一次呢，会帮你做到，但是你自己得变你自己得变。我看到宇宙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能量是对应在一小部分朋友，如果当前你的理想，你的远大的抱负没有办法在现在的这个我们所谓的状态里，或者是现在的这种能力当中去实现的话，那么你就要通过自己的日常的改变、习惯的改变，来让自己真正的走到那里，走向你的成功，走向你的成长，走向你的平台。在那里你将获得无穷的快乐。因为有一部分的朋友，第三组，我觉得你们是一群事业心很强的人，又或者是说你们对这个职位，你们对某个公司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喜欢，或者是你很想得到。那么圣杯十就是在讲你可以得到，宇宙会保证这个机会的降临，但是你得保证你自己的努力机会呢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当前我看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要在现实的行动当中动起来，做起来，不要让当前你工作的不满意，或者是你当前薪资的不满意，成为你生活里的那种我们所谓的生活没有那种激情。因为这个岗位这个职位它没有办法满足你的抱负，你的志向。那么现在南焦点的出现就是在告诉你，你要通过你的汗水，你的努力去结束你当前生活这个不好的状态，或者是不够高级的状态。
你要通过自己的汗水、你的辛勤努力、你的日常每一天的变化，去争取到，或者是敲开那个新的大门，那个新的自己，那个彻底的蜕变。你要去建立起你想要的一切，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人生不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创造的过程吗？我们就是在不断的创作我们想要的生活，我们在不断的改变我们想成为的自己。那么第三副牌的朋友，最后一个心愿啊，这个对应在少数朋友这边，就是你的远大理想抱负，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努力和改变，做成做到。我这边看到了啊，太阳、圣杯10、圣杯6，你将很快乐。如果真的有一天你走到那里，站在那个高度，突破这个瓶颈，或者是突破当前你没有办法突破的一个东西，你未来是可以突破的。而突破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感觉那个能量哗一下子就，哎呀，不再像当前这么多逆位了啊，不再像当前这么的有一点郁郁寡欢了，而是真的快乐，真的幸福。走在那个平台之上，走进那个公司的大门，你都是高昂的、骄傲的，骄傲的是为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你可以做到啊！第三副牌的朋友，你可以做到。好，我们的最后一个能量呢，就是来给第三副牌的朋友抽一张建议牌。我们来看一下啊，关于这个第一个被实现的心愿，当下宇宙有什么样子的建议给你？28号牌啊 ，Someone new is coming， 一个新的人要来。看来第三副牌的朋友，大多数还是跟感情有关的。啊，我刚才讲过啊，离开这个业力，你将获得你的正缘，你将打开这个正缘的大门啊，你将迎接你的正缘的到来。他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关系正在你的眼前，马上就会向你走来，向你靠近。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大脑啊，我们这个思想的这个门户要打开，心也要打开，这样子快乐就能走进你的生活。对呀。第三组牌的朋友，就是宇宙在讲啊，当前你的这种不满意、不够快乐、不够幸福的能量状态，就是因为这个业力啊，它挡住了你获得幸福，挡住了这个真正对的人走进你的生活，而这个对的人应该是你的正缘啊，这个是对应在大多数朋友这边的能量啊，正缘其实离你很近，你需要彻底的让自己的灵魂回到当下，去打开啊这个新的大门，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业力给关了。再也不要去想了，再也不要去想这个得不到的人，得不到的爱情，去想未来你可以去抓住的幸福和快乐。OK， 那么对应在当下身体不好的朋友啊，当你身体好了以后，痊愈之后，那你肯定会遇到很多新朋友了，这个就不用说了。那么当下正在努力的朋友啊，当你努力，当你的能力得到提升，当你走进新公司的那一天，你将遇到很多很多你梦寐以求的朋友，那些跟你在精神上啊能够共鸣，或者是能够进一步的去提升你的那些贵人和朋友，他们都在那儿等你。所以当前的你啊，要努力，要加油啊！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三副牌的朋友，今天呢为大家所连结这个第一个要被宇宙实现的心愿，希望这个心愿呢是大家最想实现的心愿。也祝福所有第三组牌的朋友，希望你们的心愿马上就能实现，祝你们好运。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